又到了1年1度的苹果和三星的对比了。那么这两个品牌呢，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。那这次对比的产品呢 ，iPhone 14 Pro Max 以及 S22 Ultra 都是他们的旗舰产品。那么你们认为这两台手机哪台在影像方面会更厉害一些呢？觉得 iPhone 更厉害打1，觉得三星更厉害打2。iPhone 14 Pro Max 在我们节目里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但是还没有跟三星 S22 Ultra 对比过。没错啊，这两个品牌呢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。因为 iPhone 那边呢是高端手机里面销量第一，而三星呢是整体销量世界第一。那么作为两个世界第一，他们两个在影像方面也一定是非常厉害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今天就让他们两个对比一下。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，每期我们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上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是大吴，我是长张。喜欢这期节目，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评论、收藏、关注，给我们多多的支持。没错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在后摄配置方面，两台手机都有主摄超广角，还有3倍的中焦。但是 S22 Ultra 多了一颗10倍的长焦。还有呢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手机的光变的，这两台手机可没有光学变焦镜头，它们的每一颗镜头都是定焦镜头。iPhone 14 Pro Max 在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虽然说它只有3个光学镜头啊，2倍镜头是它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的，它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。三星 S22 Ultra 拍摄界面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的都是它4颗光学镜头。后面对比中呢，还是用简称 iPhone 14 Pro Max 简称苹果， S22 Ultra 简称三星。那么我们依然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说起。从参数上看，两台手机的主摄还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像素不一样啊，三星那边是1亿像素，苹果这边是4800万像素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三星的天好蓝啊，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？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解析力更高，注意看回廊上面的绘画，三星的更清晰。边角画质方面，也就是镜头的光学素质，iPhone 的更强啊，虽然说它也有下降。再看一组对比，从颜色上说，我更喜欢 iPhone 的色彩啊，虽然说当时的阳光已经很倾斜了，下午4、5点钟。照在书页上就应该是黄黄的，但是三星那边还是有点浮夸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虽然说轮廓细节啊还是三星的更好，但是墙上的壁画是 iPhone 的细节更多啊，呈现的更多。那边缘画质方面呢，还是 iPhone 的更好。下面就是高清模式的对比了， iPhone 那边呢是4800万像素，而且只能用RAW格式来拍，而三星那边呢是1亿像素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更强。那三星呢还有一个1亿像素的增强模式，那苹果还是4800万啊。在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更强了啊，但是就是有伪色的出现，就是容易出现花了吧唧的情况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呢，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可以说是如出一辙，但是就是等效焦段不一样啊，就是视角不一样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颜色方面这回我就不能说喜欢 iPhone 的了啊，虽然说三星那边还是很浮夸，但是 iPhone 这边的色彩有点寡淡。不过呢 ，iPhone 的视角更广。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红边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做的都很优秀啊。边角画质方面都有下降啊，但我要说 iPhone 更强的话，可是这颜色，再看一组 iPhone 的颜色，这回还算正常啊，三星还是有点浮夸。
那中频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做的都还不错。那边角画质方面，两边都有下降啊，差不多。微距拍摄这块，两台手机解析力最高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，但是 iPhone 呢可以离被摄物体更近啊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更近。那么在微距拍摄方面 ，iPhone 稍微强一点。那中长焦镜头这块，中焦镜头两台手机都是3倍 ，iPhone 的像素还更高一些。但是长焦镜头嘛，就没法跟三星抗衡了。三星有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，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对比啊。他们两个的2倍都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的，颜色方面都不错，但是解析力方面 iPhone 的更强。我对比了很多组啊，都是这样 ，iPhone 跟三星比只强不次。再看3倍镜头的对比，他们俩都是3倍的光学镜头，解析力方面三星的更强啊。我同样也是对比了很多组，三星对比 iPhone 只强不次。可明明 iPhone 那边是1200万像素，三星才1000万像素啊！那最后就是10倍的对比了 ，iPhone 只能靠3倍的数码变焦来拍10倍啊，而三星呢是10倍的光学镜头。那么结果呢没有悬念，三星的解析力更高。虽然说苹果那边已经竭力的刻画明暗部的对比了，但是解析力还是没有光学镜头强啊。哦对，又差点忘说对焦效果了，两台手机的中长焦对焦效果都非常不错啊。现在是 iPhone 的对焦效果没问题，放心用。那三星的中长焦效果就更不用担心了，在这方面它一直表现的就非常不错。现在是3倍的效果，那现在呢是10倍的效果啊，没问题，放心用。三星的前摄有2个焦段，美颜这种美化功能比较简陋，比较少，但都挺实用，挺自然的。背景虚化做得特好，特自然。前摄录视频的时候，它的视角会显得人脸很近，手就算伸到最远，也还是只能露出自己的脸，后面的背景都没有什么空间展示。但是它有一点特别好，录视频的时候中间还可以拍照片，可以暂停录像，待会儿接着录。苹果的原相机呢，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，就是拍照，超级还原的拍照，也不管好不好看。前摄的录像还挺有特点的，它的优点是很还原，也没有裁切，想拍多少背景都可以。缺点就是会有一点点抖，这个就要看自己的手稳不稳了。再看人像拍摄的对比，两台手机拍照人像可以说都非常不错啊，但是放在一起比呢，颜色还是有区别的。iPhone 那边的肤色有点偏黄，而三星呢明显偏红。要是肤色介于两者之间就完美了，是吧？那不过要是不对比啊，单独看他们拍的照片，我觉得都不错。那你们更喜欢哪边拍摄出来的效果呢？这两台手机的宽容度测试啊，咱们直出的 JPG 跟RAW格式都要看一下。那先拿这个场景举例啊，乍一看，三星拍的真好啊，是吧？暗部细节非常的丰富啊，比苹果强。但是放大边缘一看呀，这三星的边缘画质有点，这个噪点很糟糕啊，反而是苹果的更好。那相同场景，这两台手机的RAW格式表现怎么样呢？还是这个场景啊，先看苹果的表现怎么样？还是放大刚才的部位一看，苹果还是虚的啊。那看过之前 iPhone 节目的朋友对这点应该不陌生啊。这代 iPhone 的RAW格式在极限环境下，暗部确实容易发虚。这段录屏就是苹果RAW格式的调整录屏啊，打开之后如果颜色不对，那不管你是点自动还是加载苹果的配置文件，那总之呢都是不能改变暗部发虚的问题。当然了，这是很极限的环境啊。那三星的直出 JPG 跟它自带的 Expert RAW 拍摄出来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呢？还是刚才那个部位啊？你还别说啊，三星的RAW文件比直出 JPG 强很多哦。现在的录屏就是三星的RAW格式调整效果，打开之后呢，你可以加载三星的配置文件，也可以用 Adobe 的当然了，你还可以自己调整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，可以自己玩玩。最关键的是，在极限环境下，它的保留暗部细节的能力非常强。那这两台手机的RAW格式可以说特点都非常鲜明了啊。那 iPhone 的RAW格式呢，可以拍出比直出 JPG 清晰很多、细节强很多的高清照片，但是它在极限环境下，暗部细节的呈现是有问题的。而三星的RAW格式呢，它的暗部细节呈现非常的好啊，在极限环境下也能保证很好的质量，但是它只能拍1200万像素的照片，它跟 JPG 直出的1亿像素比，在解析力方面可差太远了。那你说它俩的优点怎么不能结合一下呢？在宽容度测试环节，我还拍了很多的样片啊，都是直出 JPG 啊，因为直出 JPG 大家用的最多嘛。那这个场景主摄已经看完了，咱们再看超广角的表现。还是乍一看三星的好，但是放大看的话尤其是边缘的暗部细节三星噪点很多这是直出 JPG 照片RAW格式，咱们几秒前刚说完。再换一个场景，先看主摄，那暗部细节呢，看着好像还是三星的强，但这个不是重点。注意看，树的后面就是烈日，非常的晃眼。
看树的轮廓，三星还是能营造出晃眼的感觉，这点它真的挺绝的啊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那三星这台手机跟其他的很多手机都对比过啊，在宽容度环节，它营造出这种晃眼的感觉是非常拿手的，很绝。再换一个差不多的场景啊，这个树更粗一些，树后面还是烈日啊，你看还是这个效果啊。那超广角也是。再换一个压力不是很大的场景啊，先看主摄。三星的好啊，暗幕细节更多，但是苹果那边能按下去也不错。我觉得效果要是介于他们两个之间就更好了。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夜景拍摄这块我还是没有找到苹果能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地方啊，三星是可以永久关闭的。那我是非常讨厌自动夜景给我捣乱的。那么下面对比呢，苹果是自动夜景，三星是直出。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啊，但是亮光的地方苹果颜色更好看，是白色的，而三星是蓝色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水平都很高啊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，两边做的都很好。第二组对比，主摄的表现上，暗部细节是三星的更好啊，但是三星的颜色有点深啊，现场好像没有这么的紫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同样如此，但是暗部细节还是三星的好。再换一个大光比的场景，阴影亮光都非常明显，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不错。超广角的表现，暗部细节是三星的好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上颜色是有区别的，但是两边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都很到位。那超广角的表现颜色区别也是很大的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还是三星的好。再换一个街道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优秀啊。那超广角的表现，虽然说三星那边暗部细节还是稍微强一点，但是我觉得 iPhone 的表现更好啊，夜景的氛围更足。这个场景比刚才都暗了。主摄的表现上，虽然说 iPhone 那边更亮，但是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三星那边可都有啊，但是三星拍的更暗，更有夜景的氛围。超广角的表现就不是夜景氛围的差距了，细节呈现 iPhone 那边细节呈现明显比三星多啊，虽然说它拍的更亮啊。女流氓小象就非常暗了，手机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那 iPhone 呢就把自动夜景拉到最长就可以了。那主摄的表现上，三星的更好，细节呈现更多。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三星有点偏色吧，反正总之两边的细节呈现是差不多的。地铁站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依然是三星的更优秀啊，因为暗部细节呈现的更多。超广角啊，一看就知道是三星的好，细节更多。祖传神树场景两边的表现都很不错啊，但是看地面的草还是三星的主摄表现更好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盯不上劲了。健身器这块主摄的表现也是三星的更好，细节呈现更多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差不多。最后一个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 非常的暗啊，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三星在细节呈现上强一点吧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就不用说谁强了，这个场景谁用超广角拍呀？视频录制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1080p 30帧，也是各种社交软件直接提取、直接录制的画质啊。先看主摄的表现，两边都非常优秀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还是颜色都很好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三星的颜色有点浓郁啊，防抖、清晰度两边都非常接近。2倍录像的表现是 iPhone 的更好啊，解析力更高。3倍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好。iPhone 的视角更远一些啊，所以看着物体更大。10倍录像的表现三星是10倍啊 ，iPhone 最高是9倍。当时呢突然起了大风，我手持画面有点抖，但要是从清晰度上来说呢，肯定是三星的强。夜晚录像的表现，先看主摄啊，无论是颜色还是清晰度还是防抖，都是 iPhone 的好。超广角的表现，清晰度是 iPhone 的好，但是暗部的细节呈现是三星的好，防抖也是三星的好。录像最暗的场景，女流氓小象，主摄的表现，无论是清晰度、防抖还是颜色，都是 iPhone 的好。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在这个场景都很难应付。那这两台手机在工业设计上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啊，大家对它们的造型都非常熟悉了。那做工呢都是一样的优质，屏幕呢都是一样的优秀。我估计如果从一开始你们就喜欢这两台手机的工业设计，那到现在呢也不会觉得它们难看。那如果一开始就不喜欢，我估计现在呢也许看惯了吧。那行吧，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那毕竟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嘛。iPhone 14 Pro Max、三星 S22 Ultra 两台站在顶点的旗舰手机，它们在影像上的表现都很出色啊。主摄的表现上两边都很好，但 S22 Ultra 的高清模式解析力更高。超广角 iPhone 14 Pro Max 更好，它的视角更宽广。中长焦的表现 S22 Ultra 更好啊，这点没有悬念。
微距的表现 iPhone 14 Pro Max 更好，人像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。那宽容度的对比呢，算是重头戏了。直出 JPG 的效果，两边算是各有优势啊。弱格式的对比也是各有特点，要是它俩的优点能相互结合一下就好了。那夜景的表现两边同样优秀 ，S22 Ultra 稍微好一点点吧，主要是极暗环境下的细节呈现强了一点点儿。那视频录制的对比呢 ，iPhone 更好啊，主要是夜景录像表现更优秀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的内容呢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，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哦。既然都已经看到这儿了，那肯定就是喜欢，记得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大大的赞，一个收藏，一个转发，一个评论，记得关注我们哦。对啊，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